今后我就是有100张嘴，也说不清楚。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黄甫先生，多保重。善真师傅是黄甫密害死的，怎么可能？他们2个亲如父子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黄甫密可是善真师傅最疼爱的弟子，这件事肯定另有隐情。司马大人到。下官不知司马大人驾到，有事远迎，请司马大人恕罪。不必多虑，我也是敬仰善真师傅的为人，特来旁听此案的。啊，是。司马大人请。来人，看坐。要不是，不用，我站着旁听就行了。审案吧。是。升堂。带人犯。黄甫密，你可知罪？敢问大人，不知草民何罪之有？暗害恩师，霸占师娘，此等丧尽天良之行为，你还问大人你何罪之有？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情同父子。我若如此歹毒，天理不容。那你就是否认与善真之死有关了？根本就是没有的事。知县大人，草民亲耳听他人说，黄甫密最后一针扎在善真的至阳穴上。众所周知，至阳穴是死穴。黄甫密跟善真师傅这么多年，他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以小人之见，他是有意扎善真的死穴，才使他气绝身亡的。黄甫密，那你到底有没有在善真的死穴上扎针？扎了，但是我是为了救师傅才这样做的。大胆黄甫密，你还敢狡辩善真之死与你无关？不说话呀，本官就当你是默认了。来呀，签字画押。等一下，大人，善真师傅的死跟黄甫密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作证。香菱，你说善真这个老家伙呀，娶了你这么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，真是艳福不浅呐，可就是无福消受啊！回大人，你是来审案还是来胡言乱语的？大胆！司马大人，我看这个狂徒目无礼法，理应严惩啊！本官只是来旁听的，不便打扰。你继续审案吧。是。香菱，你有何证据啊？善真师傅去世当天，在黄甫密为他下针之前，善真师傅就已经断气了。至阳穴虽为死穴，但是紧急关头也是可以起死回生之穴。黄甫密抱着要救善真师傅最后的一线希望，才下了此针。他抢救师傅的意图非常明显。香菱啊，你说的倒是言之凿凿，不过本官看来，你实则是为了包庇黄甫密，不知羞耻。本官听说，善真死后，黄甫密曾当众说要娶你为妻。说，你们2人是否已经勾搭成奸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看你们2人就是勾搭成奸，害死善真。香菱为了包庇于你，又做假证之嫌。你们2人相互包庇，掩盖善真师傅死亡真相。哼，应该把这个妇人一同问罪。原告说的没错，你们2人此行罪应当斩。来啊，签字画押。慢着，大人，这一切都是黄甫密在作怪，民女香菱是被其利用，请大人明察。黄甫密，既然你承认扎了善真的死穴，你可还有什么为自己辩解的吗？大人，如若你非要颠倒是非，黑白不分，草民无话可说。黄甫密，
你这是在羞辱本官吗？本官办案向来秉公办事，一律而行。你说这什么话到县官嘴里怎么就变了味儿呢？就是这你说是不是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过分了！这也什么话呀？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这夏公子小在神针堂长大，他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清楚。被这县官一说，怎么就那么不堪入耳了？就是。祥玲，你可认与皇甫谧共谋之罪？大人，你如此辱我清白，香菱已无话可说。既然你们二人都不再为自己申辩，那本官就判定你们合谋杀害善真师傅罪名成立。来啊，签字画押。且慢。何人咆哮公堂？王赞大人。下官不知王赞大人微服私访，刚才出言不逊，多有得罪，请王赞大人恕罪。县官大人，你仅凭原告一人的证词就判了被告的罪，你依照的是哪家王法呀？是下官考虑不周，理应重审，理应再审。继续审吧。是。皇甫谧，针扎至阳穴可让人起死回生，这个方法是谁教给你的？当然是我的师傅善真教给我的。我可以作证，确实是师傅教过的。你是何人啊？这是我大师兄。怎么了这是？县官大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这案子换个人审？不，下官能审，下官能审。县官大人，皇甫谧他可是一个医术高手，让他给你扎一针吧。对，皇甫谧啊，草民不敢呢。治病救人本来就有风险，万一把县官大人扎坏了，我这不又得罪加一等？快，你快过来啊！我不来。本官让你来，你还不来？我不来。说不来就不来。皇甫谧，你快！皇甫谧，你还不快点上来扎针？大人，请忍耐一下。真是不疼了。县官大人，这案子还审不审了？审。皇甫谧，下去跪着。是。长辈啊，刚才有人证明皇甫谧在扎针之前善真已死，也有人证明针扎至阳穴可使人起死回生。你可还有人证明皇甫谧的罪名啊？禀大人，小人愿以性命担保，至阳穴起死回生之说纯属子虚乌有。善真行医多年，我从未听他说过，而他们师兄弟情同手足，难免包庇。其二，善真当时的确是吐了一口大气，才闭上眼的。长辈所言极是啊。禀大人，草民元亨是善真的二徒弟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，是皇甫谧杀害了我师父。你有何证据啊？这就是皇甫谧杀害我师父的凶器。此针前端乌黑，说明皇甫谧他不仅是扎了我师父的至阳穴，还在针尖上涂抹了剧毒。他就是想要害死我师父。你把物证呈上来。司马大人，请看。
王赞大人请看。这怎么可能？上当了啊！真的假的？人证物证俱在。他像是做了好事。王府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可是皇府密的师兄啊，你这么做，可真是要大义灭亲呐！我就是不想让我师父死不瞑目。县令大人，案件如此清晰，快断案吧。是。事已至此，皇府密，你还不认罪吗？长辈和元亨所言根本就不是事实。元亨，你做假证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此人伶牙俐齿，善于诡辩。不过我相信，一切罪恶在证据面前无所遁形。我相信县官大人自有明断。判决：皇府密杀害师父善真一案，证据确凿，判斩立决。民女香菱勾结皇府密做假证，判明日午时进猪笼，退堂。大人，我死前还有一个遗愿，请大人务必答应。你有何事啊？说。大人，我想在临死之前将你的面瘫之症治好，只需1天时间即可，请大人成全。那就明日午时问斩，退堂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静儿被人陷害了，明天正午的时候，跟香菱姐就要被处极刑，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大哥的意思是劫狱？正是此意。但是要等到天明再行动的话，肯定没有胜算，而且官府他们会早有埋伏的。时间紧迫，那我们今晚动身。现在就行动吧。我先找到吴统领，我们要通过他的地盘才能过去。我们去县大狱还需要他的配合。大哥，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别磨蹭了，赶紧去吧。那女的她跑了。嗨，现在就静儿要紧，她跑了就跑了。行。那女的怎么跑了？香菱，我来看你。梁柳，原来是你一直在暗中捣鬼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一直在为你说话。梁柳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有本事就冲着我来，不要祸害香菱。我打算把香菱绑回去，做我的小妾。香菱跟着我是享福。梁柳，你休想！要是这样，我还不如立刻就死呢。哎呀，香菱，死有什么好的呀？啊！现在善真师傅死了，我父亲已经离去了，这小子明日就要拜见这2个前辈去了，你就别再凑什么热闹了啊！给你时间好好考虑考虑，依了我，保证你能活命。我劝你就别浪费时间了，去你爹坟上好好烧几炷香，以后别再作孽了。随你怎么说，你现在就是我砧板上的肉。香菱姐，你应该好好活下去。静儿，与其卑微苟活，我还不如凛然赴死。只怪这世道太浑浊，让人冤屈。香菱姐，生死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逃避的。可是，如果明天死去了，我最不甘心的就是今生没有与你结成夫妻。香菱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今生我们无缘，只盼还能有来世。如果我真的能够活着与你成亲，我们可以远离一切，去一个只有我们2个人的地方，你说多好？我想，师父也应该不会怪我们的。我最对不起师父的，就是没有能把神针堂传承下去。我不想这么早就去与他相见。香菱姐，在黄泉路上，师父一定不会接受我的。我了解他，他一定会把我赶回人间。静儿，你害怕吗？我怕。
我还不想死。风和日丽，清风徐徐，空气宜人呢。时下清淡之风盛行，而嵇康先生他们更是乐此不疲，实在是逍遥自在，意味无穷啊！皇上，清淡之风是文人聚会交流之事，虽然是超凡脱俗，不过皇上，难免他们会针砭时弊，影射朝政，照此下去，未必是件好事。王赞以为呢？皇上，臣以为清淡之风只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谈不上是好是坏。皇上，不好了，皇子又犯病了。哦，御医馆的人呢？一直陪着呢。一群废物！要陪的人多的是。朕要的是能治病的。那就只能让神针堂的人进宫了。那还不快去！前些日子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是。李公公留步。皇上，神针堂的人恐怕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他的徒弟皇甫谧已被判明日午时出斩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单真刚刚去世，他的高徒皇甫谧就被判了斩刑，那天下岂不是无一了？去，把皇甫谧带来。是皇上。皇上，这皇甫谧犯的可是大罪，杀师父战师母，如此大逆不道，如果轻易赦免，皇上以何治国，以何安天下呀？臣倒以为现在让皇甫谧进宫救治皇子最为要紧，其他的事，等以后查清楚再做处置也不迟啊。爱卿所言甚是，单真之死的确有蹊跷，朕绝不轻饶。去，把皇甫谧接进宫来，给皇子治病。这位姑娘，要买我们草春堂的药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大哥，黄埔大哥和香菱姐被带去皇宫了。大哥，那咱也去皇宫吧。哎，你傻呀？去皇宫那不是送死啊？那你说咋办？二虎、毛流，你们留2个人在这里，继续打探消息。哎，大哥，该怎么办？这荒郊野外的，该怎么弄回去？是啊，连个人都没有，想个办法呀。哎，马车，赶车的，拉我们去草春堂，给你赏钱。兄弟，干活！好嘞，兄弟。一会。走。禀皇上，好消息，皇子他醒过来了。皇儿没事了？没事了。这皇甫谧一到，几针下去，没一会儿功夫，皇子就精神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不愧是单真的徒弟啊，替朕好好赏他。皇上，此人还是戴罪之身呐。皇上，不如趁现在把事情问清楚可好？皇甫谧是个有用的人才，不论他是否有罪，还是应该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。臣以为，皇上不必事必躬亲，皇甫谧不过是个郎中，由下官审理便是。皇甫谧不是一个普通的郎中，他是单真的徒弟，曾经多次救治皇子。难道朕亲自过问一下有不妥吗？皇上请息怒，臣不该妄言。把皇甫谧带上来。是。宣皇甫谧觐见。
草民皇甫谧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谢皇上。皇儿病情如何？回皇上，病情已经稳定。怎么几日不见你就被判斩首了呢？草民是被冤枉的，请皇上明察。朕可听说你是有意害死师傅，霸占师娘。你实话告诉朕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朕可以赦免你。皇上说的可是真话？那是当然，朕乃一国之君，岂能言而无信？草民对皇上所言全是实话，即便砍头，草民还是这些话。谁要说你害死师傅，这话朕不信。不过，朕有一事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娶妻生子？难道你真的是想打师娘的主意？皇上，你说这全天下美女何止千万呢？你怎么就看上你师娘了呢？她难道是国色天香？皇上不是这样的，我与师娘……朕倒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美女把你迷成这个样子。你师娘来了吗？她在外面候着。宣。是皇上。宣民女香菱觐见。民女香菱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免礼。谢皇上。你就是香菱啊？民女正是。朕把你赐给善贞，委屈你了。回皇上，民女不委屈。哦，为何？民女自幼跟随善贞师傅学艺，师傅德行天下，医术超群，民女受益匪浅。王甫谧啊，看来你是被冤枉了。皇上圣明，这的确是一个冤案。你何冤之有？杀师父抢师娘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岂容你狡辩？司马大人，是你审还是朕审呢？皇上息怒，臣不敢，自然是皇上在审。王甫谧，你把事情再讲一遍。回皇上，师傅婚宴当日，因被杨柳恶语重伤，导致昏厥。草民给师傅在至阳穴上扎针，以驱赶盘踞在师傅胸中的恶气。施针之后，恶气虽然吐出，但师傅却还是走了。此穴虽为死穴，但是根据患者的病情施针，此穴也可以是起死回生之穴。有人便借此大做文章，说我故意扎死师傅。既然是起死回生之穴，在你扎针之前，善贞死了吗？回皇上，已无脉象。还有谁看见了？皇上，当时民女也在场，确实在皇甫谧下针之前，师傅就已经断气了。这事情不就很明显了吗？既然善贞已经死了，皇甫谧只不过是采取了施救措施，怎么就被判死罪了呢？皇上，您有所不知，此穴起死回生之说纯属子虚乌有。臣已经问过善贞家族的长辈们，都不知此事。皇甫谧根本是信口雌黄。这是我师傅的独门绝技，当然只会传给我们这些徒弟。师傅家族之人又不从医，从何得知啊？善贞师傅尸骨未寒，你作为他的徒弟皇甫谧，却按捺不住，屡屡扬言要迎娶师娘，这是何道理啊？师傅当初并非真要娶香菱，只是一句玩笑，被皇上赐了婚。如今师傅已逝，徒弟皇甫谧即便要娶香菱，又何罪之有啊？不打自招啊你！司马大人，为何总是把人无端的往阴暗处想？即便皇甫谧说了出格的话，又无任何行为，何来不打自招啊？做下如此苟且之事，在皇上面前还如此嘴硬，真是不知廉耻。请司马大人不要颠倒黑白是非，肆意加罪。大胆刁妇，与人通奸，谋害亲夫，还如此嘴硬，来人，大刑伺候！司马大人，请注意你的身份，皇上都没有发话，你怎么能如此目空一切？
皇上，臣知罪，臣实在是太气愤了。还是皇上审判。司马大人，你急于查明这个案情的真相，其意可嘉。不过呢，单真乃是我朝出类拔萃的贤良之才，朕也不希望他死得不明不白。不过此事盘根错节，万万不可操之过急。要查真相，还是要慎重为妥。改日再议吧。皇上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民心为大呀！皇上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先把他们关在宫里，退朝。司马大人，你如果不放心，可以到皇上身边去护驾呀。刚刚喝了几大杯了。哎，义父啊，这个酒是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专门为义父酿造的。这个酒不仅可以延年益寿，而且可以返老还童。如何？很好。不过梁刘啊，这品酒啊和做事是一个道理。酒再好，刚喝下去的时候是表现不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皇甫谧和香菱很快就要出来了，你做事还要有个分寸，免得伤到自己。那孩儿该如何请义父指教？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办得有眉目了吗？我正打算给你呈上呢，那个宫女就出现了。在哪儿？我们前2天抓住一个，他们很肯定地说，就是在神真堂附近发现的那个女子。她现在人呢？可不凑巧啊，又被那帮山匪草寇给劫走了。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绝对是和神真堂、皇甫谧他们经常来往的那个山贼草寇，不准他们干的。是这样，那皇甫谧最有可能得到青囊经了。一旦如此，你草春堂更无法和神真堂抗衡了，皇甫谧就更了不得了。他们休想！你得加把劲儿，草春堂可不能败在你手上。孩儿一切听从义父示下。你现在要大量囤积草药，眼下边关战事频繁，需求量很大。如果自己做大做强，朝廷军需这一块可是块大肥肉。皇甫谧还得关上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，你不但要花费精力抓药，还要抓医，只有这样，才有可能跟神真堂抗衡。如果青囊经在你的手里，那皇甫谧还不得向你磕头啊？义父大人一席话，孩儿茅塞顿开呀。你醒了，给你做了点吃的。大哥，多谢你相救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家静儿吩咐我做的事情。不过，你不要乱跑了，下次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皇甫先生怎么样了？他进皇宫了。你有什么要问的？没有，我就是想去答谢他。答谢他？你怎么不答谢我？谢，当然要谢了，当然要谢了。那你为何还要逃跑出去？我也不问那么多了，你赶紧吃点东西，都凉了。还有，如果你真的想出去的话，跟我说，我陪你出去。好。大哥，
搞什么？大哥，我知道你想什么呢。你又知道我想什么？大哥，你是不是看上那姑娘了？大哥，要我看，就直接把这姑娘娶了做压寨夫人，这多美的事儿啊！是啊，大哥，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这个是我家静儿托付给我的人，现在我兄弟生死未卜，你们如果这样闹，小心我揍你们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大哥，我们错了啊，走啊！哎，你说皇上干嘛让我们干这么轻松的活儿？这说明皇上不愿意处罚我们，我还得给皇子治病呢。我们的罪名本来就是捏造的，皇上得给我们洗清罪名才行，不然我们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哎，仙灵姐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二师兄会在关键时刻故意站出来做假证，把我们往死路上推呢？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呢。元亨肯定是被梁柳收买了，在神真堂的时候，他就对师父不满，觉得师父对你偏心，他心生嫉妒。唉，大家都是师兄弟，何必弄成这样？他是想当一名御医，他想要过那种锦衣玉食的日子，其实又有什么意思？那现在你为皇子治病，不正是御医应该做的事吗？行医之人应该像师父说的那样，胸怀天下苍生之疾苦，而不是应该贪图功名利禄。可他不应该害人呢。如果不是我为皇子治病，他们诬陷我的罪名就是死罪。元亨的所作所为可真不是人干的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同门师兄弟嘛。其实我觉得他蛮可惜的，他的针法和用药还是挺得师父赏识的。可不是吗？我听说，那梁柳之所以敢答应为元亨进宫当御医的事情帮忙，还不是因为仰仗有司马奎这个靠山吗？皇宫里的事，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是搞不清楚的。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。我们师父这么多年名满天下，可就是不愿意进宫做官，这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。我们神真堂的弟子，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，才能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先祖。我现在呢，真的很想回神真堂，与我那些师兄弟们在一起，那样多自在。香菱姐，我们何时才能离开这里？这件事啊，肯定没那么简单。那个司马大人啊，正想治我们的罪。参见司马大人。囚犯黄甫密和香菱为何不在牢中？回大人，李公公把他们带到宫里干活去了。立刻收监。是，大人。皇上，何事啊？奴才刚才看见黄甫密和香菱又被关进了大牢。这黄甫密的案子尚未彻底查清，让他暂待几日也无妨。至于那个香菱，就不必囚禁了，你去给他安顿一下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安排。嗯。香菱，走吧，给你换个舒适点的地方。为什么要把他带走啊？香菱是善真师傅的遗孀，怎么能让他在这种地方受苦呢？来人呢？在，把香菱带走。是。啊，静儿，香菱姐，这……这几天过得好吗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？这外面很危险的，你要是被官兵抓到的话，那我怎么向我们家静儿、黄甫密交代啊？黄甫密，黄甫先生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家静儿跟香菱姐在皇宫里，还好好的，还好她有绝活，到哪儿都好使。绝活？什么绝活啊？治病啊。
在神针堂的时候，他不也帮你治过病吗？我知道，我是问的绝活。哦，绝活就是人家治不了的病，我家静儿她都能治得了。如果善真师傅还在世的话，他肯定还能再多学一点绝活。可是，我为什么听大家都在说是皇甫先生害死了善真师傅的？那是瞎说的。草春堂跟神针堂有点过节，这中间肯定是有点误会。江湖的事你不懂。哦，大哥，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。说。你知不知道善真师傅的师傅是谁啊？华佗师傅啊，整个回华县的人都知道。他总共收了2个入门弟子，一个是善真师傅，另外一个就是草春堂的梁庆邦。说来也奇怪，善真师傅去世之后，梁庆邦也挂了，这真是生前对着干，死了大个半儿。你当真他们2个人都是华佗神医的徒弟？对啊，善真师傅德行天下，有口皆碑的，但是那个姓梁的可就不一样了。华佗在世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梁庆邦给逐出了师门，后来就在街边卖药。哎，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没有了，多谢。黄甫密，待得自在吗？还能吃得饱吗？凑合着吃吧，司马大人。其实，事情本可以不是这样。只要老夫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，这事情可能是另一个结局。什么另一种结局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能想得到。那大人找我想干什么？果然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那我就直说吧，我想让你在御医馆当总管，你意下如何？你要我做官啊？不行的，我师父不会同意的。善真师父已经死了。不，司马大人可知道精神不死的道理啊？我不知道什么精神不死，但我知道你是想走另一条路。不过我奉劝你，虽然你现在没被定罪，但不能证明你无罪。杀师傅、战师娘，就算朝廷不追究，把你送给善真的族人，也会被点天灯，明白吗？司马大人，我跟我师父一样，只想行医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你为何这样不依不饶呢？大胆！黄甫密，你太不识抬举了！我3番2次的想提拔重用你，你却推三阻四，千般无理。看来你是想和本官对着干。不敢不敢，司马大人一定是误会了。黄甫密区区草民，才疏学浅，哪有与大人对着干的意思？如有得罪之处的话，还请大人多多包涵。娘娘，怎么了？这生姜擦了这么多日还不见效，你快来看看，这白斑是不是越长越大了？娘娘，还是老样子。你别担心，这里有南海的珍珠粉和桃花的汁液和成的药草，应该会有效的。翠儿帮你敷上试试。罢了，试了那么多种药，还不是无济于事。娘娘，你别太多虑了，只要坚持擦药，肯定会有效果的。人说，这锁骨上长白斑，乃大凶之象，克子克父。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娘娘，你千万不要放弃呀！
姨父，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收拾一下，退下去吧。是。丽儿啊，最近皇上有没有常来宫里啊？偶尔过来，还是去皇后那儿多一些。皇后是母凭子贵啊，皇上喜欢去皇后的宫中享受天伦之乐。丽儿啊，你要继续努力啊。丽儿明白。皇上这几天在审善贞一案，看来对善贞之妻好像有些兴趣啊。什么？